我去伯克利学院办理入学手续，却被告知利亚·洛克伍德早已注册入学。他甚至住进了爸爸为我买的别墅里，而他和我的未婚夫正扮演着恩爱的一对。我摩挲着指尖因多年弹吉他而磨出的茧子，简直离谱到家了。如果他是利亚·洛克伍德，那我是谁？眼前这个居高临下、一脸不屑的混蛋，真的是我的未婚夫？利亚·洛克伍德已经完成注册了。不可能！我盯着招生办老师，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这份通知书6个月前就寄出去了。如果真是你的，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来办理？我攥紧通知书，一股怒火慢慢在胸口燃起。妈妈去世后，爸爸执意要我去伯克利读书，还顺便让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夫。我们大吵一架，他的保镖直接把我粗暴地送上了飞机。落地那一刻，我做了个决定，这是我的人生。在被大学束缚之前，我要先用6个月时间环游世界。可昨天，爸爸打电话来，语气冷漠又急促，说他要来学校看我。我慌了神，知道再也瞒不下去，才赶紧赶来办理入学，却没想到遇上这种糟心事。好吧，既然不能注册，那我至少要去爸爸给我买的别墅里落脚，我需要一个地方住。一路上，一个问题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，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偷走我的人生？到了别墅门口，我输入安全密码，屏幕却亮起刺眼的红灯，访问被拒绝。我试了一次又一次，结果都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屋里传来脚步声。外面是谁？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。心头一紧，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门开了，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出现在门口。屋里传来一个女人好奇的声音：彼得，是谁啊？我的血液瞬间冻结。彼得，我的未婚夫，那个我从未见过的人。片刻后，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出现在他身后。她和我年纪相仿，看着有些眼熟，可我实在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我震惊地问道：你是彼得？那他是？彼得的目光扫过我，表情瞬间变得冰冷。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利亚·洛克伍德。你是谁？来这儿做什么？原来他就是那个冒牌货，不仅抢了我的入学名额，还住进了我的房子。一股怒火席卷全身。我迎上他冰冷的目光，平静地说：这是我的房子。彼得发出一声短促又难听的笑：你认真的？谁都知道洛克伍德先生买这栋别墅给他女儿利亚的。我才是利亚·洛克伍德。你……他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，乱糟糟的头发，磨损的 T 恤，沾满灰尘的靴子，轻蔑地摇了摇头。洛克伍德家的继承人是个养尊处优的小公主，家人把她宠上天。你穿成这样，还想让我相信你是洛克伍德家的人？那个自称利亚的女孩挑了挑眉，露出甜得发腻的笑容，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。既然我们同名，如果你真的这么缺钱，我可以给你点钱，但你真的不该撒谎哦。我攥紧拳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火气。你确定他是利亚？当然确定。现在赶紧滚！我从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人。我冷冷地盯着他们，一个计划在脑海中成型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熟悉的网络论坛，那曾是我的线上乐园。我只发了一条消息：我回来了。回复立刻涌了进来，消息提示音不断响起。哇，你终于来了！过去6个月你去哪儿了？你答应过我们到了就一起即兴演奏的。是啊，网上认识这么多年，终于能见面了。我们一定要见到你。我勾起一抹笑意，翻看着大家兴奋的评论，然后发了别墅的地址。明天来我家，带上你们的吉他。接着，我抬头看向眼前的2人，发出一声低沉冰冷的笑，等着瞧。第二天早上，别墅门外聚集了一群人，每个人都带着吉他盒或乐器包，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。那个贾利亚打开门，看到门口的小团体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打扰一下，利亚在吗？我们是来见他的。
人群中有人喊道：“我就是莉亚。”前排一个男生笑了：“太好了，终于见到吉他女神本人了，让我们等得好苦啊！快开始吧，我们都迫不及待想听你演奏了。”是啊，莉亚，别让我们白跑一趟。我站在人群中间，穿了一件旧连帽衫，大半张脸都藏在阴影里。没错，我附和道，随便弹一首就行。毕竟吉他女神的指弹可是传奇级别的，我们都是冲这个来的。一提到演奏，她的脸色又白了几分，太阳穴渗出一滴汗珠。好吧，她声音发紧，我先去给大家倒点水。说完转身逃向厨房。我正要拦住他，其他人已经开始道谢了。好吧，我冷笑一声，你跑不了多久。片刻后，厨房里传来哐当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是一声尖叫。那个冒牌货捂着一只手走了出来，对不起，他一脸懊悔。我想我今天不能演奏了。他还没说完，我就走上前抓住他的手。他的手指上有一道细小干净的伤口，正在渗血。真巧啊，偏偏现在伤了手。还是说，这只是你不想给我们演奏的借口？人群开始窃窃私语，表情从兴奋变成了怀疑。是啊，有人小声说，这 timing 也太完美了吧。就在这时，彼得怒气冲冲地冲下楼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一把推开我，冲到贾莉亚身边。莉亚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哪里受伤了？他低下头，眼里闪着泪光。彼得，没事，只是个意外，不怪他。我发出一声嘲讽的冷哼。彼得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莉亚，洛克伍德是著名的音乐神童，吉他天才。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从没听过他演奏？3. 彼得咬紧牙关，眼里闪过压抑的怒火。够了，别在他伤口上撒盐。他刚来这儿就遭遇了车祸，手指受了重伤，再也不能弹吉他了。那个冒牌货依旧低着头，眼中闪过一丝胜利的光芒，却伪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。是真的，他轻声说，很抱歉不能给大家演奏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是骗子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哇，又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伤。先是车祸，现在又是割伤，你的手指还真娇贵啊。是不是每次有人质疑你，你就受伤？人群中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怀疑的神色爬上每个人的脸。他的表情变得僵硬，声音带着刻意装出来的委屈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那场车祸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经历，你为什么非要提它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怨恨？彼得的脸色更沉了，怒视着我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他才是受害者，别再骚扰他了。他举起他的手，指着指关节上一道淡淡的疤痕，这就是证据，我们还有医院记录，你要看吗？人群发出一阵惊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有人轻声说，太可惜了。那个冒牌货抬起头，夸张地叹了口气，不管怎样，真的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。哦，你这谎撒的还真彻底，为了圆谎甚至不惜伤害自己。你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彼得咆哮着，一步步逼近我。你是故意针对他吗？他突然上前，一把扯掉我的连帽衫帽子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就是昨天那个闹事的。你回来就是为了继续找麻烦，是不是？他怒火中烧，抬手就要打我。我的心跳加速，却依旧站在原地。我才是真正的莉亚，洛克伍德。我的声音冰冷而清晰。不信你给我爸爸打电话，问他。好啊，打就打。我咬紧牙关，拿出手机拨打爸爸的号码，却始终无法接通，屏幕上只有正在连接的旋转图标。彼得看到后冷笑一声，怎么了？打不通？你这个假继承人的戏演不下去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不肯退缩。那你给你爸爸打电话，他会知道真相的。彼得的表情闪过一丝犹豫，随即又变成了轻蔑的笑，还在编瞎话。莉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她绝不可能是假的。好，那我自己揭穿她。我直视着他，老洛克伍德庄园的后院有一棵几百年树龄的松树。告诉我，它长在什么位置？我紧紧盯着他，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撒谎的痕迹。
可他却异常平静，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，轻声回答：洛克伍德庄园里没有松树，只有一排芬芳的桂花树。我的心一沉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一股可怕的预感席卷全身。就在这时，彼得的怒火彻底爆发了。他抓住我，声音低沉的咆哮：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来折磨他的。众人连忙上前劝阻，那个冒牌货甚至还装模作样的试图拦住他。彼得，别这样，只是个误会。他的声音温柔，话里却藏着毒，他可能只是嫉妒我而已。他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彼得把我推倒在地，你就是嫉妒利亚，他恶狠狠地说，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，你总是找他麻烦。既然你这么在意他的手指，那我就让你的手指也变成他那样，彻底废掉。他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一个沉重的陶瓷花瓶，高高举过头顶。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恶意，他真的要这么做？我挣扎着反抗，一股刺骨的恐惧攫住了我。我是个吉他手，我的手就是我的命。人群惊呼着试图拉开他，可他太强壮了。那个冒牌货就站在一旁，眼里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，仿佛迫不及待想看我变成残废。就在我做好承受撞击的准备，后悔自己这个鲁莽的计划时，门口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瞬间让整个房间安静下来。呵，这可真热闹啊！